大家好，我是镜子姐。上期视频中有朋友问我开场的那个男音是谁，我已经在置顶留言里解释了。上期后期录音因为太投入太认真，其实是紧张，声音搞得非常文艺，我都不像我自己了。这期咱们来点接地气的，让我来带大家一起逛逛葡萄牙的菜市场。先去的这家是在 Portimão 的 Municipal Market， 这家市场大楼的标识有点让人晕，0层是2楼，就是菜市场。一进门看不到菜市场，看到的楼层说明图就这样。有人说，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逛菜市场。也许因为爱吃，也许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我特同意这个观点。在市场里，你可以观察当地居民的购物交流方式，甚至讨价还价的风格，会听到最地道的本地方言和口音，也能看到摊主和顾客之间的互动，感受当地人的性格特点。在这里我就感受到了葡萄牙人的热情和开朗，所以这次我们特意抽出时间专门逛了 Portimão 和 Faro 的菜市场。Portimão 的这家市场的中文名称叫波尔蒂芒市政市场，是当地最大的一家菜市场。这里竟然看到了一个整个的大猪头，然后他们的猪肉我看是5块多钱1公斤吧。草莓很新鲜哎，我看了一下价格是5欧1公斤。几乎是3欧1公斤。这期我特意把几天后逛的 Faro 菜市场也放进来了，让大家有个对比。这2个菜市场都是 Municipal Market， 就是叫做波尔蒂芒市政市场和法鲁市政市场，应该是他们最大的菜市场。看完之后请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喜欢哪家市场。这虾看着真不错，他们这儿盛产章鱼和墨鱼，我特喜欢吃他们这儿的章鱼，做的非常好吃。这看着像是猪板油哎。Faro 的这家菜市场感觉外观就比较气派，Portimão的外观实在太一般了，所以我都没想起来拍一下。进去以后立刻就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3层楼，一进门看见的就是菜市场，不像 Portimão 一进去看到的就是楼梯，比较蒙圈。楼下是一个超市，楼上没注意是干什么的，好像是个办公室。这个摊位估计是榨蔬菜汁的，我还特意让 ChatGPT 翻译了一下价目表，大家看看。这层的最外围全是酒馆小饭馆，里面站着坐着喝酒的吃东西的聊天的人很多，非常有烟火气。大清早比比都是喝酒的老爷们们。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满街都可以看到橘子树，结满了金黄的橘子。特意让老公买了1公斤的橘子在这儿，2欧。这儿的橘子真的特别好吃，汁水足，特别甜，没有特粗的纤维感。1公斤的橘子一会儿我们就给吃完了。
这儿的菜市场除了蔬菜水果，因为靠海，有很多新鲜海鲜，各种鱼类、虾、螃蟹、牡蛎、蛤蜊、蛏子的摊位，当然还有肉类、橄榄、香料、烘焙面包、糕点和葡萄酒。很多摊位还出售手工艺品、传统的调料，还有腌制食品。在这里逛非常适合了解南葡萄牙的美食文化，还能窥视到当地的手工技艺和传统工艺，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葡萄牙人的嗓门都挺大的，大家大声的聊天问价。对于我这个大嗓门，我没有感觉到喧哗，反而感觉到了亲切热闹，哈哈哈。上期视频提过，后悔没点传说中的 Bafana， 葡萄牙特色的猪肉三明治。这次终于在 Portimão 菜市场下面的一家早餐店吃到了，2.5欧一个。老板特意问我要不要他们自制的泡在橄榄油里的辣椒，简直是点睛之作。吃到一半时，旁边传来阵阵香气，非常诱人。好奇查了一下旁边小店，发现是一家专门卖Bafana的店，平时到下午3点关门，但评论里说一般到中午就卖完了。于是让已经吃完的老公火速去买了2个，准备下午玩时垫吧垫吧。在葡萄牙待了7天，我们竟然吃了3次。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法鲁他们最好吃的猪肉三明治店也是在菜市场里。记得让房东推荐好吃的饭馆，他很谨慎地说每个人的口味不同，但是问到猪肉三明治，他立刻毫不犹豫告诉我们那是他们本地人都知道的做的最好吃的馆子。昨天做封面时问我家妹妹意见，结果她说她好怀念这三明治。其实真的不夸张，我每次想起这个相貌平平的三明治就口齿生津。吃饱喝足，我们就开车去离 Portimão 不到半个小时的 Elvo 小城。Elvo 小城是一个度假小城，它虽然保留着传统渔村的宁静与魅力，但同时也有不少 resort 酒店和短租公寓，尤其是沿着海滩和河口一带。因为现在是淡季，所以人很少。今天我们先去了位于湿地自然保护区著名的7公里阿尔沃木栈道 Passadicos de Alvo， 穿越了沙丘、湿地和海岸线。现在是旅游淡季，今天风很大，但是还有很多人在这里徒步。不过直觉觉得他们都是欧美甚至美国、加拿大在这里退休旅居的人士，或者像我们这样的游客。风呼呼作响，海浪拍打着岸边，声音震耳欲聋，但眼前的景色却格外宁静又震撼。栈道沿着海岸线和湿地保护区延展，一边是大西洋汹涌的海浪，一边是静谧的沼泽与水鸟，完全是2种自然的对话。
虽然我的头发在风里张牙舞爪，最后不得不绑起来，太阳帽也不得不用手按住，但这一段栈道走下来真的很值得。喜欢徒步的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来走一走。离开木栈道，开车几分钟就是 Prados Tres Maus 三兄弟悬崖海滩。这个中文名字是不是有点像武侠小说？从停车场出来，走入在阳光下的金色海岸线，突然三座犹如巨人般的岩石从海水中拔地而起，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兄弟悬崖。他们并肩矗立，被海浪与时光雕琢出的轮廓，就像个守护神一样凝视着大西洋的壮阔。你们见过追人的海吗？三兄弟悬崖海滩的风浪简直就像在玩游戏，前一秒还在拍照，下一秒就得逃命，风中时不时传来我们的哈哈大笑。不过这种意外插曲让我们的旅行变得挺难忘的。我们从海滩开始往上走，身后是海浪轻拍礁石留下的白沫，脚下的沙子特别细，海浪声慢慢变远，拐个弯就能看到上山的小路了。说实话，坡度比想象中容易得多，路边时不时冒出的小房子特别可爱，蓝窗户上还挂着渔网，半山腰有家餐馆，要不是惦记着悬崖，我可能就进去探个究竟，坐下点个餐什么的了。然后突然就到顶了，一片平坦，似乎是一宁静的居民小区。但是再往前走，感觉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景色，太令人窒息了。我不断的惊叹，太美了，太美了。脚下是刀削一样的红色悬崖，几百米的悬崖突然就断在海里，远处那三块兄弟岩看起来就像三个小矮人，浪拍上去的时候似乎能看见彩虹碎在水雾里。风呼呼地吹翻了我的帽子，手机拍了至少100张照片，但没有一张能表现出那种美，那种站在世界尽头的错觉。整理思绪，试图组织了一下语言，看看能否描述一下眼前的美景。悬崖像被巨斧劈开的断层，赤裸裸暴露出亿万年沉积的岩层，锈红赭石，焦糖色的条纹在阳光下燃烧。脚下是垂直坠入海中的峭壁，海浪在100米之下碎成雪白的沙漠。而远处那三座兄弟岩，此刻竟然成了脚下的玩具，像3颗散落的黑旗，被蓝得发疯的大西洋托举着。之后我还有一点可能令有些人鄙视的感慨，就是世界上有无数秀丽壮观、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但很多都是需要千辛万苦、艰难险阻才能到达欣赏。对于我们这样年过半百、力不从心的老人，或者像我家妹妹这种不爱户外爬山涉水的 teen， 到达欣赏影教这里的美简直就是 effortless。 所以我很喜欢阿尔加维的美景，下次再来也许是旅居，来多少遍这样的海岸线，欣赏不同时间气候下的美，我都不会犹豫的。在悬崖顶端的步行小路上，看到远处站在悬崖边缘的徒步者，他的剪影与蓝天白云、飞鸟和红色的岩石融为一体，就像是自然与人文共生的完美定格。
谢谢观看，下次再见。